你正在计划一趟釜山自由行吗？这系列影片记录了我们5天4夜使用釜山 Pass， 一口气玩爆12个景点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就跟我们一起玩釜山吧 ，Go Go！因为在线上先自助报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登机证。等一下就是出示我们的电子登机证。好久没有拿到实体SIM卡了。然后我们又来到我们的顶呱呱，最爱的顶呱呱，其他东西都吃不起了。我们这次是端午连假出来，人很少哎。在机场大厅啊，跟进来之后都没什么人，因为端午大家应该很多都是要憋着7、8月啊，暑假的时候。哇，你看这个是顶呱呱的炸鸡，最喜欢来机场吃顶呱呱，因为我家附近找掉了。哇，好好吃哦。然后我们这次要去韩国，这是我们这个频道第一次去韩国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上次去韩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，超级久。你有去过韩国吗？我很少去，可能因为韩国还是比较多那种逛街的行程。但是这次我们是看那个釜山 Pass， 它围绕这个城市做了很多观光相关配套，有一些什么小火车啊、缆车啊，还有一些可以去玩汗蒸木啊那些，感觉玩起来跟大阪周游券有点像。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要去釜山。然后我们会有2天的行程，就是围绕在它的釜山 Pass 这边。如果你们之后也想要去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行程。简直把那张卡片压榨到干掉了。因为我们有算过，好像你买釜山 Pass， 你玩几项的话，其实就回本，然后你再玩多的就会赚到。对，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回本，我们还要算我们到底赚了多少钱。我最期待的是汗蒸木，就喜欢洗澡是不是？那感觉很爽。我们以前有去过新竹啊，吴汤岩盘浴哦，也不错啦，但是有点弱。感觉釜山的汗蒸木就是我们之前去的岩盘浴放大概10几倍吧。以前大阪周游券还有一个行程叫浪速之汤，是泡温泉的，但是那个后来好像没有了。所以这次釜山 Pass 有看到洗澡相关，就觉得很熟悉。最喜欢洗澡跟游泳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有去领实体SIM卡，为什么要买实体SIM卡？2025了，怎么还有人在拿实体SIM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用的是 S23 Ultra， 烂透了。S25 一样没有虚拟SIM。像我们现在虚拟SIM都是提前刷在手机里面嘛，然后就可以不用换 SIM 卡。实体SIM我还要在飞机上，还要怕它掉，要用得很小心哦，不然真的会掉。话说到这边，是不是以为我们要置入了？哦，没有虚拟SIM的业配，这边广告位招租中，如果有虚拟SIM的厂商哦，欢迎你们下业配。你们锅巴炸鸡就是有一种夜市炸鸡的感觉，有比夜市炸鸡再更多汁。然后我们这次去釜山是住海云台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就是规划我们要围绕在海云台啊，然后跟西面那附近，完全没有排广安大桥进去。结果最近就刚好有消息说广安大桥要熄灯了，这次熄灯要从5月底到10月底，整整5个月。再来跟大家介绍的呱呱包，顶呱呱的招牌。如果是外国朋友啊，会很建议说你们如果要回去的时候，在机场可以吃这个。这个应该其他地方不会有吧？没看过。它里面就是油饭啊，然后油饭外面包那种鸡皮，再拿去炸。它这个没有牙签，所以要小心，不要连牙签一起吃进去。好烫。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粽子？好像有点。你可以吃，来端午节放在先吃。你们如果有来台湾，也可以去吃丹丹汉堡。台湾传统汉堡，号称南霸天，有它的地方麦当劳都不敢去。它还有一个主食哦，这是类似奶黄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感觉不太一样？这里面这是什么珍珠吗？黑糖珍珠包。
吃起来也是一个又油又爽的口感。Hello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 B1R 的登机室，我们这次搭的是虎航，然后这次比较特别是我们的行动电源。那这个是有前辈跟我说，你可以拿一个透明夹链袋嘛，你可以再拿点灰箔，把你的这个插头先贴起来，这样就是给检查人员一个诚意，说，哎，我真的不会用哦，因为我这条行动电源它是旧款的，所以它上面没有显示他们现在官网上面的规格。然后我这个好像显示的是毫安时吧，所以我还去印了它的说明书哦，把它写在这边，希望不要被丢掉了，应该不会吧？现在很多新款的行动电源，它都是会把全部的规格都印在上面。有些人推荐说 Trivago 啊，或者是 Booking.com， 你可以先假装订一个饭店，它就会有那种弹窗嘛，就会说，哎，你可能需要买个机票，会比你直接买机票便宜，大概便宜个500到800不等。如果你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买机票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航班有没有更改，最好是在你的手机 App 上面下载一堆那种追踪航班的 App， 像这种 App 的话，一更改登机时间或是登机门，它就会直接提醒你，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航班全部都输入在这些 App 里面。因为你透过这样的管道买的机票啊，是比较便宜，但是没有人有义务去通知你说，哎，你的那个航班有改时间哦，你记得要提早哦，不会有人通知你。经过2个小时的飞行，我们就到釜山啦。顺便问一下大家，有人知道椅背上这是干嘛的吗？我们研究了好久，还是不知道哎。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，实际走访机场到海云台的路线吧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刚从机场出来了，我们准备要搭轻轨到市区，然后大概要1个小时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教你要怎么从机场到轻轨那边搭车。那我们走吧。我们刚刚是从这边出来的，出来之后要右转。右转。对。右转之后到出口3。那如果你肚子饿想要买东西吃，你可以先左转，旁边有一间 CU。OK，Gate 3到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出去。上面这边就有指标写轻轨 Light Railway 啊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去海云台站，所以我们是坐到沙上站，然后再转乘。天气很好呢，而且空气好好哦，微微凉。对。上面有个 sign， 它就要写那个 Light Railway 100 米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右手边就是机场。没错。这个机场也好小，然后这个机场它是那个军民两用。所以下飞机的时候，虎航有提醒说，不可以拿高倍率的东西拍人家飞机哦。我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以为很多人会去走那个自动通关你如果有申请，你走那边超快的啊。我们这个时间已经不能申请了，因为它申请有开放几点到几点才能申请。哦。对，它上面有写一个 SES， 那个就是自动通关。他刚有引导几个人去呢？你有办你就走那里就好，你就不用跟人家排这个了。哦。我以为会很多人走那里，结果全部的人都在排人工。他是说你入境的时候时段有限制吗？不是，是你申请的时段有限制，但是你申请过一次，你后面就可以直接走那个通道。但是要我说，这段路其实蛮黑的。对，这边就是了。我们要先过一下我们的卡，看一下还有没有钱吗？对，个十百千万我们的对啊，我们的钱都很大。然后他说他不能找钱，消耗最多3万啊，最多只能3万。然后他不找钱。好啊，那你可能要去换钱。可能要走人工吧。那人工的啦。从机场到海云台搭地铁约1个小时，久违的搭釜山地铁，发现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出发前建议大家可以先查好路线跟搭乘方向，看不懂韩文也没有关系，列车上都有跑马灯显示站名与编号，我们就是靠编号识别站点的哦。当天在刷卡进站前遇到了一个尴尬的意外，我们的28寸行李箱被卡在车票闸口，进退两难。可能当时太晚了，也没有站务人员可以求助。后来我们怎么处理的呢？记得要看到影片的后半部哦。你看他们对于防灾就很有意识耶。对啊。你看像那个是防浓烟的啊，然后跟水啊都有放在这边呢。看一下多少钱？3100吗 ？Yes。为什么便宜？可能有转乘优惠吗？
好，然后我们刚刚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了，街道好宽哦，这个是几线道？车子能过的就是一线道而已，剩下都是人行道。哦，看到了第一家 Olivia 呀，这家号称那个男生法餐店。这边这个招牌看起来有点像大阪新世界的感觉，招牌都很大很亮。对呀，哇，这栋大楼好像以前西门町哦，对不对？釜山的街景我觉得很漂亮，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？我觉得他们这边招牌都比较有美感，像我们台湾就是爱怎么升怎么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在导航用的是那个 Never， 对，这边 Google Map 不能用哦。这边 Google Map 你想要导人的那个路径，它是导不出来的，好香哦。现在10点了，然后他们那个烧肉店里面坐满的。开玩笑，今天礼拜5，现在是星期小周末，大家正出来嗨的时候吧。这边感觉就是居酒屋啊、烧烤之类的地方。啊，这间就是我们的饭店。哦，这个是送我那张不能用的虚拟性的烂饭店。没错。然后他这边有写它是4星级饭店啊，但是它是电动门关了吗？还是要从这边用推的？也没有。那手侧门是不是？那个可以按吗？这个也不行。这边有铺哦，铺进去吗？再出来这边，我不行。我进不去饭店，哪招啊？我们去附近再看一看，太好笑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房间723号。我们又来饭店开箱。这个饭店，我觉得它的灯有点不够哎，不知道你们镜头看不看得出来？但因为它整个都是黄色调的，所以整个就看起来灰灰的。但是幸好了哦，它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紧急手电筒哦，这样子比较安心。开玩笑的，那是不是？然后这边入住的地方，它的这个浴室门跟这个衣柜门是共用同一个呢，所以你平常把浴室这样打开的话，那你的衣柜就关起来了。这是银钉马桶吗？没有。OK， 没有，想太多。对，但是是免治马桶，因为我看到开关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备品，这是是给你纸杯呢。4星级饭店不是给玻璃杯啊？其实纸杯我用的比较安心哎。你也怕自己打破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怕它没有洗干净。哦，你看它纸杯还套着塑胶袋呢，所以我如果装水的话是装进去，还是把塑胶袋抽起来之后装进去？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夹子，牙刷、牙膏、梳子、浴帽，棉花棒，这家有提供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们的政策其实是不用提供的。政策归政策啊，他还是想要服务好客人嘛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台湾就很遵守啊。台湾那个想要省成本，一样有盥洗用品，然后这个是风扇机，起码不是那种让你手一直按着才能吹的那一种。4星级给那个我2个。浴缸很大呢。这个是电卷帘，对不对？不是墙啦。这什么糖啊、茶啊、乌龙茶、绿茶，然后咖啡啊。它所有杯子都有套那个塑胶袋，我觉得应该是防尘，这完全就是为了海景来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毕竟我们这次是花了血本啊，我们以前住都是住一个晚上1-2千块的，但是釜山好像你不来这边看海，感觉好像就没什么看点了，所以我们这次订了海景房。我们这次订的是2大1小啊，这样子一个晚上多少钱？3千内4星，1大床1小床，然后加一张贵妃凳，还有一张办公椅，然后跟一个茶几。跟一个边桌，至于海景要等早上才能开箱的。那我们就行李放着，整理一下，我们先去吃宵夜。OK， 哎呀，这个是要找人家快乐马杀鸡。对对对，它的名片的造型都不一样，但是性质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捷运站的时候，我们正准备要进站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在翻那个闸门。
刚开始想说，哇，民风淳朴釜山市耶，这么快就有人在逃票。我以为跟巴黎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动不动就有人逃票。结果后来发现不是，是因为他那个闸口他做的太低了，他是那种老式游乐园的那种3根铁棒转的。对。然后很多人行李箱被卡住，过不去。而且它一段时效性之后，它就不能进去了。对，它那个杆子会直接卡住，就很多人卡在外面，超好笑的。所以我们后来也是用翻的。后来我们上网查了一下，发现它旁边有个小门是可以自己打开，然后把行李放进去之后，然后你再从那个闸门进站。对对对。但是旁边的小门啊，开关是在内部，对不对？它那个小门看起来也不太像是可以给你自己开关，它有锁，但是它那个锁其实你就上下摸2下它就开了。然后翠上面也蛮多人在讨论的，蛮好笑的。位于海云台主干道上的蚂蚁家是一间24小时营业的传统辣炒章鱼餐厅。不吃辣的朋友记得点餐时要跟阿姨说，如果还是觉得很辣，可以过一下配菜的萝卜水哦。好大，好少，也不少，是因为碗看起来太大。这碗有多大，好好笑。挺美的呢。第一口到夫人，第一口的印象对。他刚才问我们要不要辣，我们就说不要，其实不要辣还是有一点点。它的章鱼好 Q 弹，不会硬哎，不会硬，是 Q 的。你看第一口那个猪五花是软骨，吃得很畅口。第二口就是这个要它的酱汁，然后再加海苔，它这锅里面所有的配料都好吃。我咬到你说的软骨，就是很硬，超级硬的，就是硬骨，太影响口感。감사합니다。我们吃完出来了。吃完那个蚂蚁家，然后一个人是多少钱？一个人300多，一人份15000韩元，至少要2人份哦，654，超爽，还不错。刚去生意很好而且很多当地人。所以这个不只是观光客店耶。然后他带小朋友，小朋友大概6岁吧。我说6岁10点多带他来吃这个辣炒章鱼，哦，这边人真懂玩呢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回去饭店，要去便利商店采购一些饮料。我们回到我们饭店1楼，然后E-Mart就在旁边。Hello， 然后我们刚刚从饭店回来了，然后买了饮料跟饼干。我刚回来的时候啊，那一叠小卡片还在电梯口前面，所以我就剪了2张，而且我少剪1张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有3个版本。吃完饭这样子过了多久？1个多小时吧，还去买了便利商店的东西，逛完之后还在地上饭店不管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休息一下，明天见。吃饱喝足后，就结束我们釜山之旅的第1天啦。明天要去白浅滩文化村，这边也是我们兑换釜山 Pass 的地方哦。喜欢影片的朋友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